人人都知我是影帝的正牌女友，我们亲热的照片被送上热搜，大家都说我是靠他资源上位。我发布退圈声明，众人拍手叫好，只有他的绯闻女友反对。都是误会，诗雨前辈是歌坛不可或缺的才女，我无比希望她能重新回到歌坛。我关上手机，对他的喊话视而不见。上辈子我的作品和他的原创单曲一模一样，网友骂我是抄袭狗，死全家。几年间不断的网暴让我患上了抑郁症，我爸妈散尽家产替我证明，却被疯狂的歌迷放火烧死。在他的原创歌曲获奖的那天，我从高楼一跃而下，没想到再次睁眼，我竟重生到了新曲发表的那天。今天中午12点，你的新曲会准时上架，别紧张，以你这首歌的水准，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创作人肯定非你莫属。七姐拍了拍我的肩，我如同噩梦中惊醒一样，大口喘着粗气。这几天熬夜写歌辛苦了，我先不给你安排通告，你好好休息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叫住走到门口的七姐，眼神紧盯着墙上的壁钟。我打开手机找到周瑶的微博，她发了一个音乐网站链接，配文原创个人单曲《停摆的时钟》，等待你的倾听。怎么回事？这不是你的新曲吗？七姐上前夺过我的手机，旋律、歌词都一样，这是你的原创。周瑶怎么会提前发表？会不会是录音棚的人盗曲？你等着，我现在就让人去查。新曲发表的事让公司取消。我拦住七姐，上辈子就是因为我发了和周瑶一模一样的单曲，我就被冠上了抄袭狗的称号。我的影帝男友却开了直播，直播中一直不肯和我公开恋情的男友公然示爱周瑶，并强烈谴责了我的抄袭行为。七姐走后，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想了好久，我手上动作不停，继续在周瑶的微博中翻找着蛛丝马迹。终于在1月前的一条微博中，我发现了端倪。8月26日，周瑶发了一张照片，配文思如泉涌。我放大照片仔细观察着，他桌前的稿纸上写着和我一样的创作思路。公司花了大把的钱在这次的单曲上，你说取消就取消，我也不好和上面交代。这样，我先去查盗曲的事，你尽快再写一首歌出来交差。七姐又来了电话，盗曲的事没有任何线索，眼前我进退两难，冲进工作室，拿起久违的吉他，我的手忍不住颤抖。2天的时间，我终于熬夜写好了新歌的词曲，摇滚。诗雨，你简直是音乐天才，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已经约好了录音棚，1个小时后我去接你。出了录音棚，天边已经渐渐地亮了起来，马上到国庆假期了，公司觉得这个时间比较敏感，你这首歌大概要等到10月3号才会发行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有个朋友在朝阳娱乐，他说周瑶最近一直没来公司，不知道在忙些什么。我深出一口气，同意了公司延期发行的提议。回到家后，我终于睡了重生以来最踏实的一觉。诗雨，不好了，周瑶又发歌了，和你的凌晨录的新曲一模一样。七姐的话仿佛一记重击，击垮了我重生以来所有的勇气。微博上连发2首原创单曲的周瑶一连上了3天热搜，她的热度直接让被爆出结婚消息的天王都黯然失色。有粉丝在新歌的链接下面问他怎么改变了曲风。之前的新歌被人抄袭了，幸好我改了时间，提前发布，不然我有理也说不清。这首新歌就是要警告那些盗取别人劳动成果的人，才华是创作歌手的底气，而我是你永远望尘莫及的人。他的这番霸气的宣言在社交媒体上掀起轩然大波，有人顺着公司之前发的新歌预告找到我的微博，在下面反复刷着评论。明天小瑶的庆功会，你必须来。凭什么？你还好意思问为什么？你的粉丝网暴小瑶，她这2天吃不下睡不好的，你要还想当我女朋友，明天就必须来庆功宴。庆功会当天，周瑶挽着思硕的手臂，身边围满了人。小瑶的2首原创直接破了 KK 音乐的记录，已经在榜1周了。我们小瑶的抒情曲唱得让人流泪，没想到摇滚也能让她唱得直击灵魂，真是名副其实的新晋创作才女，不像有的人顶着才女的名头偏行盗窃之事。小瑶确实是不多见的才女，既然这样，能不能跟我们说说，你第1首原创为什么要用小调呢？诗雨，你够了，小瑶不计前嫌邀请你来参加庆功宴，不是让你来捣乱的。没有什么不能说的，大调轻快，小调悲伤柔情。停摆的时钟，这首歌若是慢放 0.75 倍速，就能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一首欢快的歌曲，当然是小调更符合歌曲的本意。我心脏狂跳，周瑶和我的写歌时的想法一模一样。感谢你的解答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你刚刚什么意思？当着那么多人，你就偏要让小瑶下不来台吗？分手吧，我会退圈回老家去。
祝你和周瑶早日修成正果。你又在乱闹什么脾气？回老家你能干什么？和你包工头的老爸一起搬砖吗？你爹能付得起你的违约金吗？我无所谓的笑笑，走得干脆利落。公司不会就这么放你离开的，你的合约还有3年才会到期。诗雨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行了，天高任鸟飞，我也拦不住你。希望咱们还会有继续合作的那天。几天后，公司发了解约的微博，紧接着我也发了推圈的声明。那些骂过我的黑粉全都拍手叫好。我收拾好行李，正打算坐车去机场，七姐发来了一段视频。都是误会，我之前说的抄袭者并不是贝诗雨，诗雨前辈是歌坛不可或缺的才女，我无比希望她能重新回到歌坛。前辈，我向你道歉，以前我做的若有什么不对，希望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和我一个新人计较。你如果因为我退圈，我就真成歌坛罪人了。镜头前，周瑶哭得梨花带雨，她对着镜头鞠了一躬。我关上视频，打开车窗，享受着秋天的微风。5个小时的飞行距离，睡一觉就到了。拿好行李，出了航站楼，就看到我爸的劳斯莱斯停在路边。我爸把准备好的鲜花塞到我手中，我妈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感受到家庭的温暖，两世的委屈一下就涌了出来。我窝在我妈怀里，哭得泣不成声。咱们一家团圆大喜的日子，你哭什么嘛？我就说那个娱乐圈里没什么好人，敢让我闺女受委屈，咱不跟他们玩了。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了，怎么知道我受委屈了？你告诉我，我不就知道了。回到家，等我吃饱喝足，我妈才犹豫地开口：诗雨，你和爸爸妈妈直说，到底发什么了？什么事？我调整好了心情，把2辈子的事全部托盘而出。宝贝，你受委屈了。王八羔子，我玩阴招的时候，他们还没出生呢。动我贝老三的闺女，看我不弄死他们！闺女，你妈一直说我不陪她环游世界，这几个月你就替我照顾好你妈。这事交给你爹去偿。3天后，我们母女俩踏上了旅程。我们先是去了埃及，看了金字塔、狮身人面像，又转去了摩洛哥，看白色的卡萨布兰。冬天的时候，我们还去了北欧追极光，在漫天的星河下，蓝粉色的光影涌动，我的灵感爆发，可我却再也不敢创作。人生不只是眼前的那一个东西，有的时候要回头看看。宝贝，你记住，爸妈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4个月的旅程结束，我也调整好了心情，进入到我爸的公司。我忙得脚不沾地，我爸却每天喜笑颜开。某天晚上，我爸带我参加供应商应酬的时候，思硕给我打来了电话。贝诗雨，你闹够了就赶紧回来，把我惹急了，我让业内封杀你，你可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思硕这个人看似云淡风轻，其实骨子里一直把金钱看得特别重。娱乐圈的钱好赚，他以为我一个包工头的女儿根本不会放弃这种光鲜亮丽的生活。见我一直不回答，他的态度终于放软了。小瑶都这样和你道歉了，你就算再生气也该消了吧。诗雨听话，赶紧回来吧。宝贝，你不是最喜欢弹琴给我听吗？最近有没有写歌弹给我听听？思硕这张善变的嘴脸，更是让我确定了他和周瑶是一丘之貉。我一气之下把他拉进了黑名单，脱离了纷繁复杂的娱乐圈，日子仿佛又回到了平淡。就在我以为要这样一直下去的时候，七姐竟然登了门。你这生活不错，现在成了大老板，要是知道你是富二代，我就不帮你和公司周旋了，让你省了那么多违约金。我不管，吃饭喝酒按摩你今天必须给我安排好了。我痛快地答应下来后，七姐满意地坐在我的老板椅上，随意转着圈。周瑶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停止了一切的活动。他出了什么事？还不是那一套，繁忙的行程，身体承受不住。怎么会？他之前一直身体很好，和思硕打游戏的时候能熬一个通宵，第2天还照常去逛街。那他最近有出新歌吗？还不是那2首，之前还说不久会发正式的原创专辑，现在也没消息了。你记得咱们之前一直争取的那个创作综艺吗？周瑶本来都已经录了第1期的开场，在你退圈后，他竟然退出了节目的录制。七姐的话让我起了疑心，我不写歌，他就写不出。对了，诗雨，你有没有兴趣转型到幕后？幕后？你的创作天赋圈里人都知道，你退圈后，很多歌手都替你惋惜呢。七姐的话音刚落，我一下警惕起来，让我转幕后，
不就是让我继续写歌吗？直觉告诉我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且你已经看到了，我爸嚷着要退休，我现在忙得沾枕头就能睡着，让我写歌，我真是分不出精力了。七姐听后一脸愁容，我小心试探着：七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这次是不是带着任务来的？得了，我也跟你交个底，许天王和上家的经纪约到期了，他放话说只唱你写的歌，谁能拿到你的原创就和谁家签约。这么大的好事，公司高层怎能不动心？这才派我特意走一趟。七姐一番话，让我分散的思绪终于捋清。许天王和思硕可是拜过把子的兄弟，他一直觉得我配不上思硕这个影帝，又怎么会向我邀歌呢？这里面肯定有鬼。诗雨，要不你随便写一首，我回去也好交差。我低着头考虑了许久，最终还是答应了，因为第二天还有工作。七姐晚上就飞了回去，而我退掉了工作，把自己关进了琴房。思绪放空的那一瞬，被我封存的灵感争先恐后的涌出。仅用4个小时，我就完成了词曲的创作。我把小样发到七姐的邮箱后，踏实的去睡觉了，因为我在小样中埋了雷，到了明天自会见分晓。睡醒后，我拿出手机一看，诗雨，你的新歌又被周瑶发出来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刚把小样交到公司，周瑶那边就已经录音好放上网了。我打开微博一看，收瑶才女拽周瑶新歌睡的词条已经被冲上了热搜。调整了几个月，身体已经好多了，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。为了表示歉意，特意送上我在这段期间写的歌。周瑶说的新歌正是我给许天王写的那首，并且歌曲高潮部分的旋律是我写在纸上的那版，不是我发给七姐的小样。许天王果然和思硕、周瑶是一伙的，他们就是想以邀歌的方式让我继续创作。不过目前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周瑶的身上。这次的歌我写了2版，发给七姐的小样中高潮部分我用的是口水歌的万能旋律，写在纸上的才是我满意的作品。而周瑶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能明确知晓我的想法，所以她没有采用口水歌，而是用了纸上的那版。也正是因此，我退圈后周瑶没能再写出新歌。可我仍是不明白，她怎么也是国外音乐学院毕业的，就算她写不出，还可以和我邀歌，我写她唱照样能博得美名。为什么一定要立创作才女的人设呢？我躺在床上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，喉咙像是被堵住一样，一股无力感包裹着我的全身。我知道了真相，却拿周瑶毫无办法，用读心术抄袭。说出去，我怕是会被当成神经病，弄不好还会像上一世那样被冠上抄袭的帽子。微博的超话广场对周瑶的新歌讨论热烈，老婆多多写歌我爱听。小瑶不愧是新晋创作才女，新歌听得我都流泪了。我老婆长得漂亮就算了，人还有才气，这样的华语女歌手不粉留着过年吗？他们都瞧不起你，唱衰你，可偏偏你最争气。我的宝贝终于被人看到了。看着一条条评论，我把头埋进被子中痛哭起来。出了这档事，七姐没再和我提起转幕后的事，我也死了心，任劳任怨地帮我爸打理公司。几个月期间，周瑶发了3首歌，首首图榜。不管是电视还是短视频平台，都喜欢用她的歌当作背景音乐。借此机会，周瑶高调宣布复出，思硕也在微博对周瑶公然宣爱。影帝和创作天后真是绝配，支持支持，我们小瑶值的。什么男才女貌，女才男貌才是正道。商业圈的 LED 大屏滚动播放着周瑶的 MV， 我拢了拢身上的大衣，无视地走过。推开家门，我妈正坐在客厅看电视，正是周瑶之前参加的那档音乐类竞演综艺。她看到我先是一愣，下意识的就要关掉。我知道她担心我，又害怕勾起我的伤心，正好我也好奇周瑶的表现，随即直接拦下了她，拉着我妈坐在电视前一同看了起来。这档综艺和别的不同，采用的是直播形式，主打一个真实。坐下没一会，就到了周瑶的顺序。她上台唱了新歌后，缓缓走到舞台前方，等待着评委的点评。我非常喜欢你的原创，我们全家都是你的粉丝，我给你 A。 你的歌词非常有才气，谱曲也跳出了一般歌曲的框架，我的评价是 A。 等一下，歌曲结尾的几个音有点问题。旁边的键盘老师见状，立刻按照指示弹了出来。
现场的气氛一下炸了。怎么会有人把这种东西放到自己的歌里？莫非他这歌是抄袭的？我看周瑶就是个抄袭狗，把别人的东西偷过来直接用，这一看就是原作者放进里面防备到的。周瑶这个蠢货，直接搬过来用。评委席上的几位老师脸色都变了，他们重新审视起周瑶的歌。我仰天悲泣，欲以班固其名。你这句歌词是什么意思？周瑶站在台前手足无措，他随意说了个理由，却引出哄堂大笑。就他还创作才女呢，班固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班固盗窃副使，楼上正解。电视前的我扬起一抹冷笑。周瑶能读懂我的想法，但是他理解不了深意，就像他知道1+1等于2，但是2的含义他不理解。毫无疑问，剩下的几位评委一致给了不通过的牌子。周瑶受到打击，在台上就直接晕了过去。我女儿这手段玩得漂亮，比你爹强太多了。刚提起我爸，他的电话就来了。我爸说事情有眉目了，让我和我妈过几天一起来趟泰国。我妈等不及，直接订了红眼航班。一到机场，思硕的电话就来了。魏诗雨，你是故意这么做的，你早就知道了。你在说什么啊，司影帝？说话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没有证据随便污蔑我，小心我给你发律师。好，你给我等着。我爸早已提前到了泰国，他特意找人来机场接我们。诗雨这回确实是被人下套了。我把国内的寺庙都打听了，没人听说过这种法术。还是一个东南亚的商人跟我说，他知道一个泰国的阿赞师傅懂这种东西，具体还要等明天见过他才能知道。我默默点点头，心想也不急于这一时了。等到了酒店，距离天亮也没有几个小时了。我拿着手机刷起了短视频，恰巧我一直关注的音乐类博主发了短视频，我点进去一看，竟是周瑶的打假视频。我仔细看了他国外的社交网站，他没发过任何与音乐有关的话题，关注的博主也都是一群吃喝玩乐的富二代。我怀疑他那3首所谓的原创都是抄袭别人的作品。我早就说了他算个狗屁才女，可惜当初没人信。我是他高中同学，他高考连本科线都没过，基本的乐理知识也不懂，所谓的才女人设都是被包装出来。我看得入迷，一时间忘了时间，直到敲门声响起，我才发现天已经大亮了。我爸带着一个穿着白衣，脸上都是纹身的男人进了门。他眯着眼睛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后，眼神停在了我的右手的戒指上。贝小姐这戒指是怎么来的？是我男朋友送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阿赞师傅拿出一条项链，在我的戒指上转了几圈，项链上的宝石由红色逐渐变成了黑色。这里面有脏东西是不是？阿赞师傅，你帮我女儿把这解了，出多少钱都行。这戒指是古曼童的尸身炼化的，贝小姐手上的是分身，另一部分才是主身。分身与贝小姐日夜在一起，知道她的想法后传递到了主身。古曼童的主人自然会知晓，时间长了，贝小姐的思想会渐渐消失，成为古曼童的傀儡，到时候没准会有生命危险。戒指是思硕去年情人节送我的，他说这是他亲手做的手工戒指，让我片刻不能离身，可他自己却总以有代言或者拍戏的借口不戴。原来戒指根本不在他手上，而是在周瑶那里。我妈急得眼泪流个不停，她作势要给阿赞师傅跪下，被我扶了起来。求求您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儿！阿赞师傅冲我伸出手，我把戒指放到了他手中。贝小姐放心，阿赞师傅会闭关半月超度古曼童，你只要半月不出门，每日念5遍这段经文，就没事了。我爸妈对着阿赞师傅谢了又谢，他挥了挥手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回国后，我每天都严格按照阿赞师傅的要求念读经文。到了第10天，我刷着刷着手机，突然发现自己上了热搜。一个公众号把我录音版本的停摆的时钟放到了网上，思硕也发文支持周瑶，想把我是抄袭者的事坐实，可是却没人相信，因为我爸用公司的微博号发了声明，贝诗雨就是贝氏集团千金，人家都回家当老板了，抄袭你干什么？
没准就是觉得好听翻唱一下呢。诗雨也没发表啊，私下唱唱不行吗？思硕恼羞成怒，每天换着号给我打电话，一开始还是破口大骂，后来开始哀求我见他一面，我再次把他拉进黑名单。等到了第14天，我正在家里念经文，外面突然传来凄惨的男声，透过窗户一看，思硕一脸溃烂的脓包正趴在地上叫着我的名字。就差1天了，宝贝，你可不能出去。我哭笑不得，回到卧室继续念经。自那天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思硕，他脸被毁了，只能退出娱乐圈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周瑶请古曼童这事都是因为思硕，是他带周瑶去了泰国，也是他请的阿赞师傅。周瑶一直嫉妒我的创作才能，他和思硕一拍即合，把分身下在我的身上。转眼间15天终于过去，我脚踩在花园的土地上，感觉全身一阵轻松，之前那种紧绷的感觉消失，我如同新生一样，灵魂都清澈了几分。这时手机响起，七姐找我，诗雨，你知道吗？周瑶出事了。我心里一惊，连忙询问。前几天她就开始发疯，看见人就咬，嘴里还总念叨别找我。我错了。不过从昨天起她不闹了，也不说话，就像个傀儡一样。你说她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缠住了？还能是什么？肯定是和思硕一样遭到古曼童的反噬了呗。诗雨，你现在考不考虑回来呀？听到七姐说这话，我心里一阵犹豫。走走走，快回去玩你的音乐，你爸我还能再干个几十年，你放心。这一刻，我笑得如同春日一样。1年后，我手捧奖杯站在舞台上，让我们恭喜年度最佳创作人魏诗雨。眼前无数的花瓣飞舞，那些属于我的东西终于回来了。我看着手机里周瑶发布的新歌，浑身的血液都凉了。我发给七姐的小样里，高潮部分用的是普通的口水歌旋律，真正满意的版本我只写在了纸上，在脑子里反复打磨过。周瑶发布的版本一字不差，用的正是我藏在脑子里写在纸上的旋律。到了这一刻，我终于可以确定，周瑶根本不是重生，也不是买通了录音棚的人，他是能窥探我的想法，知道我脑子里所有的创作思路。许天王的妖歌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，他和思硕、周瑶本就是一伙的，不过是想借着妖歌的名义让我重新动笔写歌，好让周瑶继续偷我的创作成果。我死死攥着手机，指节都泛了白。可就算知道了真相，我又能怎么办呢？说周瑶能靠邪术读我的心，偷我的歌，这话别说网友不信，就算是说出去，别人只会觉得我疯了，是为了洗白自己找的荒唐借口。到头来，我还是会像上一世一样，被冠上抄袭狗的骂名，被千夫所指。老婆太有才了，新歌也太好听了吧！我们小瑶就是华语乐坛的救星，那些想抄袭的人脸都被打肿了吧？不愧是天才创作人，高产又高质，内娱独一份了。看着这些刺眼的评论，我把头埋进被子里，失声痛哭。两世的委屈和不甘在这一刻全部爆发出来。哭过之后，我反而冷静了下来。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上一世的软弱换来的只有家破人亡的下场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再任人宰割。诗雨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许天王和他们是一伙的。七姐，不怪你，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是我自己答应写歌的，也是我自己要在歌里埋雷的。埋雷？对，周瑶能偷走我的旋律，偷走我的歌词，可他偷不走我写这些东西的用意，更不懂里面的典故和门道。他以为偷到了宝，其实不过是我给他挖的坑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这次又要让他得逞了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还要继续写歌吗？不写了，至少在搞清楚他到底是用什么手段窥探我的想法之前，我不会再写任何东西了。挂了电话，我把琴房里的吉他、乐谱全都收了起来。既然我不写，他就无歌可投。我倒要看看，没了我这个创作母体，她这个所谓的天才创作才女还能装多久？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彻底放下了音乐，全身心投入到爸爸的公司里。我从最基础的商业知识学起，跟着公司的老员工跑项目、看合同，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连喝水的时间都很少。只有让自己忙起来，我才不会去想那些糟心事，不会被前世的噩梦困住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就是几个月。这几个月里，
周瑶靠着从我这里偷走的3首歌，风头更盛了。他的歌图遍了各大音乐榜单，不管是电视广告还是短视频平台，大街小巷都在放他的歌。走在街上，随处都能听到他的歌声。那些从我脑子里偷走的旋律，一遍遍在我耳边响起，像针一样扎着我的耳朵。接着这几首歌的热度，周瑶高调宣布全面复出。他接了无数的商务代言，上了各大热门综艺，资源好到爆棚，成了娱乐圈里炙手可热的顶流女歌手。而思硕也终于不再藏着掖着，他直接在微博上公开了和周瑶的恋情，字里行间满是宠溺。影帝和创作才女，这是什么神仙搭配啊？锁死了，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祝99之前就觉得他俩不对劲，果然是真的，太甜了。看着那些刺眼的祝福，我只觉得无比讽刺。思硕和周瑶的事业都因为这场公开的恋情更上了一层楼。这天晚上，我陪妈妈坐在客厅看电视，妈妈拿着遥控器换台，正好换到了周瑶参加的那档音乐竞演综艺的直播。妈妈的手一顿，下意识就想换台，怕我看到了心里不舒服。妈，别换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演到什么时候。很快就轮到了周瑶上场，聚光灯打在她身上，她穿着华丽的礼服，拿着话筒走到舞台中央，现场响起了粉丝的欢呼声，弹幕里也全是吹捧她的评论。音乐响起，她开口唱了那首从我这里偷走的新歌。周瑶，你真的太有才华了，这首歌的词曲都写得太好了，我非常喜欢你的原创，我全家都是你的粉丝，你的歌里有非常细腻的情感，很难得，我给你 A， 必须是 A。 等一下！现场的掌声瞬间停了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林老身上，周瑶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，眼底闪过一丝慌乱。你的这首歌词曲确实写得不错，但是结尾的几个音有点问题。林老师，可能是我编曲的时候特意做的小众处理，想给大家一点惊喜。麻烦你把曲谱结尾的这几个音阶单独弹一遍。键盘老师点了点头，按照林老指的曲谱，把结尾的几个音阶单独弹了出来。简单的几个音组合在一起，通过现场的音响传出来，竟然清晰地形成了类似我是抄袭狗的声调。现场瞬间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台上的周瑶脸色瞬间惨白如纸。卧槽，我没听错吧？真的是我是抄袭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自己写的歌会在结尾埋这种东西？笑死！这明显就是原作者埋的防盗标记啊！小偷直接原封不动抄过来了，连里面的坑都一起抄了。实锤了，周瑶这歌绝对是抄的。做音乐先学做人，连别人歌里埋的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，就敢拿过来说是自己的原创，你这不是创作，是盗窃！抄袭狗，滚下台！骗子还天才才女，原来是个小偷。还有，你这首歌的歌词里有一句“我仰天悲泣，欲以班固齐名”，我想问问你，这句歌词你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？我就是想表达自己想在文学上和班固一样有成就，写出好的歌词。你连班固是谁，有什么典故都不知道，就敢把它写进歌词里？班固盗窃副使是千古皆知的典故，你用这个典故是想表达什么？表达自己盗窃别人的创作，和班固一样。救命，笑死我了！抄都抄不明白，连典故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敢用，这就是所谓的天才创作才女，连基本的文学常识都没有，脸都被打烂了吧？对不起，对于抄袭的作品，我不可能给出通过。先学会尊重原创，再谈做音乐吧。周瑶看着台下的嘲讽，看着评委席上的不通过牌子，眼前一黑，直接直挺挺地晕了过去。我女儿这手段真是太高明了，比你爸那些商业手段厉害多了。综艺直播翻车的事瞬间席卷了整个网络，周瑶抄袭单讨周瑶滚出娱乐圈，赚班固都不认识的创作才女传统话题，直接霸占了热搜榜前20，爆了整整1夜。诗雨前辈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们瞎了眼，错怪了你。我的天，原来你才是受害者，被偷了作品，还被网暴了那么久，
太委屈了，周瑶那个骗子太恶心了，拿着偷来的作品反咬原作者一口，简直丧心病狂。思硕也不是个好东西，为了小三背刺自己女朋友，帮着外人欺负正牌女友，真是渣男中的战斗机。诗雨，你看到了吗？全网都在给你道歉，周瑶彻底凉了，他的商务代言全解约了，综艺也把他除名了，合作方都在找他索赔，违约金都能让他赔到倾家荡产。还有思硕，他之前公开力挺周瑶，现在网友都在骂他渣男，他代言的品牌也纷纷解约，电影方也在考虑换角，他也彻底凉了。闺女，你和你妈收拾一下东西，我查到点眉目了。你们来一趟泰国。去机场的路上，我的手机一直在响，是思硕打来的电话，他换了无数个号码，疯狂地给我打电话。贝诗雨，是你干的对不对？是你故意设计陷害小瑶的，你早就知道歌里有问题，故意让他偷去，就是想毁了他，是不是？思硕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歌是我写的，我写什么是我的自由。他自己手脚不干净，偷我的东西，抄我的歌，掉进坑里，那是他活该。你有什么资格来质问我？贝诗雨，你这个毒妇，小瑶都被你害进医院了，你还在这里说风凉话，我告诉你，这事没完。没完？你想怎么样？上一世你帮着他偷我的歌，公开背刺我，看着我被网暴，看着我爸妈被他的粉丝害死，看着我跳楼自杀，你有过半分愧疚吗？这一世他不过是自食恶果，你就急了？思硕，说话要讲证据，你再这样污蔑我，骚扰我，我直接给你发律师函。还有，你和周瑶做的那些龌龊事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别跟那种人生气，不值得。飞机在夜色中起飞，朝着泰国飞去。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，我闭上眼，脑子里全是前世的画面：被网暴的日夜，被泼油漆的家门，父母被烧死的废墟，还有从高楼上跳下去时耳边呼啸的风。两世的痛苦都源于周瑶的偷窃，源于思硕的背叛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查清楚，让他们付出最惨痛的代价。10几个小时后，飞机降落在泰国的机场。爸爸早就安排了人在机场等着我们，一路把我们送到了曼谷市中心的5星级酒店。爸爸已经提前到了，在酒店里等着我们。看到我们进来，他立刻迎了上来，先是抱了抱妈妈，又拍了拍我的肩膀。闺女，路上累了吧？先休息一下。我已经约了那位阿赞师傅，明天一早就过来。爸，你到底查到了什么？周瑶到底是用什么办法偷走我脑子里的东西的？我一开始在国内查遍了所有地方，都没找到线索。后来还是我一个常年跑东南亚的生意伙伴跟我说，这种能窥探人想法、偷人东西的邪术，泰国这边的阿赞师傅最懂。我托人找了很久，才找到一位修为很高的阿赞师傅，他对这些阴邪的法术最了解。明天他看了，应该就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。我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一点。第二天一早，爸爸就带着阿赞师傅来到了酒店，跟着师傅一起来的还有一位翻译。阿赞师傅穿着一身白衣，脸上和身上都纹满了经文符咒，眼神锐利。一进门，目光就落在了我的身上，准确来说是落在了我右手上的戒指上。贝小姐，你手上的这枚戒指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手上的戒指，这枚戒指是去年情人节的时候思硕送给我的。这是我前男友送我的，他说这是他亲手做的，让我一直戴着。师傅，这戒指有什么问题吗？阿赞师傅点了点头，拿出一条挂着黑色宝石的项链，在我的戒指上方绕了几圈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原本晶莹剔透的黑色宝石，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，一点点变成了墨黑色，最后黑得像一团化不开的浓墨，还隐隐透着一股邪气。这枚戒指里封印了古曼童的分身，另一部分的主身，应该就在送你戒指的人，或者那个偷你东西的女人手里。这个分身日夜跟在你身边，你脑子里想的什么，创作的什么内容，都会通过分身传递到主身那里。古曼童的主人就能知道你所有的想法，偷走你所有的创作。而且这种阴邪的东西对佩戴者的身体损伤极大，时间长了，你的精气神会被它慢慢吸走，思想会渐渐被它影响，甚至会失去神智，成为它的傀儡，严重的话还会有生命危险。
妈妈听到这里，眼泪瞬间就掉下来了。她扑通一声就要给阿赞师傅跪下，我赶紧伸手扶住了她。大师，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儿，求求您了！你要多少钱我们都给，只要能让我女儿平平安安的。阿赞师傅连忙扶起妈妈。夫人不必如此，我既然来了，就一定会帮贝小姐解决这件事。我咬着牙把手上的戒指摘了下来，递给了阿赞师傅。师傅，这东西麻烦您帮我处理掉。我要怎么做才能彻底摆脱它的影响？我会把这枚戒指带回去，闭关半个月，做法超度里面的古曼童，彻底断掉他和主身的联系。这半个月里，贝小姐你不要出门，每天按照我给你的经文念5遍，就能护住你的心神，不受反噬。半个月之后，古曼童被超度，这件事就彻底解决了，不会再对你有任何影响。我和爸妈对着阿赞师傅千恩万谢。从泰国回来之后，我严格按照阿赞师傅的叮嘱，每天待在家里，不出门半步，按时念5遍经文。爸妈也放下了手里的工作，天天在家陪着我，生怕我出一点意外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网上关于周瑶的风波也愈演愈烈。综艺直播翻车之后，周瑶抄袭的事情彻底实锤，她成了娱乐圈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有音乐博主深扒了她的学历，发现她所谓的国外顶尖音乐学院毕业完全是假的。高中跟她同班3年，从来没见过她碰过乐器，也没听过她唱歌。毕业之后突然就成了创作才女，我当时就觉得离谱，果然是抄的。连简谱都不认识的人，能写出那么专业的歌，骗鬼呢？合着从出道开始，人设就是假的，歌也是偷的，全身上下没依据。这网友们彻底怒了，他们感觉自己被当成了傻子耍了。而思硕也没好到哪里去，他之前公开力挺周瑶，嘲讽我抄袭，现在周瑶抄袭实锤，他也被网友们骂成了筛子。渣男，为了小三背刺女朋友，帮着小偷骂原作者，真是恶心透了。眼瞎心盲的东西，活该胡传地心，抵制思硕所有的作品。这种渣男就不该出现在荧幕上。思硕在娱乐圈打拼了10几年攒下的口碑和事业，一夜之间毁于一旦。就在我在家念经的第10天，网上突然又掀起了一波风浪。有一个营销号突然在网上放出了一段音频，正是我当年录的停摆的时钟原版 demo。 紧接着思硕的工作室就发了长文颠倒黑白，说当年停摆的时钟是周瑶先创作出来的，我才是抄袭的那一个，还说我因为嫉妒周瑶的才华，故意在歌里埋坑陷害周瑶，引导网。公道自在人心，小瑶受的委屈，我一定会帮她讨回来。思硕是不是疯了？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写，周瑶连班固的典故都不知道，歌是他写的，见鬼呢。 demo 谁不会录？时间线都锤烂了，还在这颠倒黑白，要点脸吧，笑死。之前周瑶暗指别人抄袭的时候，怎么不说公道自在人心？现在翻车了，开始喊冤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爸直接用贝氏集团的官方微博发了一则声明。卧槽，贝诗雨竟然是贝氏集团的千金，那个全国知名的地产大亨贝氏集团。我的天，堂堂豪门千金需要去抄袭一个野鸡大学毕业的小偷的歌，开什么国际玩笑？之前思硕不是嘲讽人家爸爸是包工头，付不起违约金吗？笑死，人家爸爸的公司能把他10个思硕都买下来，难怪人家根本不在乎娱乐圈的名利，说退圈就退圈，人家家里有矿，根本不稀罕这个。思硕看到贝氏集团的声明，彻底慌了，他赶紧删掉了转发的长文，工作室也连夜删掉了那篇颠倒黑白的声明，装死不敢出声。思硕彻底急了，开始疯狂地给我打电话，换着不同的号码打过来，从一开始的辱骂威胁变成了后来的苦苦哀求。贝诗雨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求你给我一条活路吧。我听着他虚伪的道歉，心里没有半分波澜。我直接把所有打进来的陌生号码全都拉黑了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很快就到了阿赞师傅说的第14天。这天下午，我正在房间里念经文，突然听到楼下传来了疯狂的喊叫声，是思硕的声音。贝诗雨，你出来！贝诗雨，你给我出来！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吧，你让大师放过我吧，我快疼死了。我走到窗边，撩开窗帘往下看了一眼，
只见司硕趴在我家的大门上，整张脸都烂了，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脓包，五官都肿得变形了，看起来恐怖又恶心。宝贝，你可千万别出去，他现在跟疯了一样，别伤到你了。就差1天了，咱们就在屋里待着，别理他。我家的保安很快就过来了，把疯疯癫癫的司硕拖走了，还报了警。从那天之后，我就再也没见过司硕。后来听圈内的人说，他的脸彻底毁了，治不好了，娱乐圈是彻底待不下去了。诗雨，周瑶也疯了，他在家里突然发疯，见人就咬，嘴里不停念叨着别找我，我错了，不是我偷的。家里人把他送到医院，诊断说精神彻底失常了，治不好了，最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半个月的期限到了，阿赞师傅从泰国打来电话，说古曼童已经被彻底超度，邪术的影响完全消除了，我再也不会被窥探想法，也不会再受反噬的影。挂了电话，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压在我2世的阴霾终于彻底散了，前世的家破人亡，今生的步步为营，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。那些害了我2世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。我重新打开了琴房的门，抱起了吉他，指尖划过琴弦，熟悉的旋律流淌出来。那些被压抑了许久的灵感如同潮水般汹涌而来。1年后，金曲奖的颁奖典礼现场，让我们恭喜年度最佳创作人贝诗雨。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我穿着礼服一步步走上舞台，接过了那座沉甸甸的奖杯。谢谢大家。音乐这条路，我走了很多弯路，也经历了很多黑暗，但我始终相信原创不死，正义不会缺席。未来我会继续写下去，用音乐讲好我的故事。漫天飞舞的花瓣里，我看着眼前的光，终于露出了释然的笑容。重活一世，我不仅报了仇，拿回了属于我的一切，更守住了我的热爱，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往后的日子，阳光万里，前路坦荡，我终将与热爱并肩前行。